能够来到辽师这个地方给大家做一个这样的演讲。那么首先呢，我想先感谢一下辽师团委能帮我组织这样一个活动。其次，我要非常感谢大家能在百忙之中呢来听我这个演讲啊。那我想先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，比较特殊的自我介绍啊。我呢是叫于露露，在密苏里大学读研究生，这个大家都清楚。但是不一样的地方是，我在美国扔过2份 offer， 就是学校录取通知书。然后我面试过3所大学，我接触的教授，我可能已经数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位了。所以就是说，我在留学的这个申请的道路上，非常的可以说非常有经验。我为什么来做这次演讲呢？是因为我们学校硕士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呢，有2项活动，就是说，第一个你可以选择参加一个大型的考试，这个考试大概4个小时左右，然后教授给你出题，有关于你的将来的职业规划，或者是说你做一个问问你有一些作曲家的风格呀，比方还有曲子的风格之类的。但是我觉得那个考试对于我来说就是一张纸，对不对？它没有任何的意义。但是我如果做了一个这样的项目，我们就可以回来帮助大家可以解答一些问题，然后希望在你们的留学之路上助你们一臂之力吧。那么我们言归正传啊，到我们今天演讲的东西。今天我准备的呢，就是说如何准备美国学校的面试，以及在面试方面需要注意的事项。那么首先在这之前呢，你有一项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你要做，就是你要去做学校的网申工作。怎么做网申工作呢？我们今天先跳过这一个环节，因为它很多东西你需要准备你自己的材料，你需要上网做网申申请。但是就是你一定要确认你的网申已经通过，然后你才可以去参加这个面试，拿到这样一个就怎么说，你要做一个面试申请。然后呢，面试方面呢，首先我们要准备这个面试，我们就需要在它的官方网站上去找寻这些面试的资料的有关信息。那么很多同学就是说，我打开学校的官方网站之后，上面太多的英文，我可能英文不太好哈，因为大家都是学艺术专业的啊，我非常理解大家。那么打开这个页面，打开页面之后呢，大家会清楚的看到，在这个右上角有一个这个搜索框，这个搜索框是干什么的呢？就是说我们可以打入这个关键词，比方说我想看看这个学校的教授是谁，自己的专业啊，就可以搜，比方说我可以打入Writing Professor， 是不是我就可以找到我自己的教授？然后呢，或者是你打相关的学费信息，只要打入英文 tuition， 你就可以找到那个学费信息。然后我们再看这面啊，这边还有很多小字，看到了吗？这个上面一般的学校会把重要的东西都会放在这一栏上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找到。这是一种方式去找到你的相关的考学信息。还有一种方式是什么呢？我们是可以直接给教授发邮件。那我们现在说怎么找到教授的名字啊？可能说有点费劲啊。如果我查的话，我如果打 Writing Professor 会出现很多因为它就是像我们的百度搜索条一样，它不光是出现关于这个学校教授的信息，它还有可能是当时请的客座教授啊，或者一些教授去学校做的一些活动哈。那么我们就可以到这个这个地方，Academics 看到了吗？右上角第2个，左上角第2个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找到相关的学院，比方说这个打开之后，第2个就是我的学院啊 ，Conservatory of Music and Dance。点开学院信息之后，我们可以看到学校的主页面，看到这个了吗？这个页面上有很多你需要的东西啊，比方说，如果我们点了这个 Contact 这里面呢，就会发现在这边看到这2项啊，有一个 Faculty， 还有一个 Staff。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老师的联系方式，点开之后，你就会非常能找到你对口的专业的老师的名字啊、邮箱，包括他的办公室电话，你就可以直接给他发邮件。美国老师非常喜欢学生给他发邮件，比方说你对他学校有意向，你想去申报，你就可以给老师发一封邮件，然后给他做一个自我介绍，然后你问问他相关的一些你存在的问题，比方说我的音乐曲目准备，或者说我这个专业大概要修什么课程，都可以给他发邮件啊。然后呢，再看，不好意思，再回答一下，然后再看右上面，在那个屏幕的上方啊，大家可以看到那个 performance event， 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地方有很多讲的是什么呢？它有学校当时学校准备的表演，学校有的活动，还有这个地方有 news， 这个 news 可以看到整个学校，大概是你可以看到它里面有自己的小视频。然后你可以看到学校的总体的音乐的水平，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呢？就是
还有这个 degree programs。degree programs 里面有什么？它基本上就会有你所需要的学习的课程的标准，还有这些学位。因为美国有很多学位哈。我们老师讲学位，我们是讲这个课程啊。下一章我们看到这个东西，我们入学的时候和我们大学是一样的，大家会有一张表，上面有你要修的课程啊。我拿我自己的专业举例子啊，像这个就是我是 Master of Music， 所以我要修的课程有什么呢？有3门历史课、3门理论课，还有1门 Research。后面这个是音乐会，还有室内乐。这个 Research 这个课，我要给大家提个醒啊，这个课非常重要，因为美国的学校呢，它一般的来讲，它第1年你一定要修 Research 课，如果你不修这个 Research 课，你是不可以修它的历史课。这个 Research 课主要讲的就是说如何去图书馆查询你的资料，如何写这个论文。然后很多学校有的时候 Advisor 他可能会忘记提醒你，如果你忘了，那么第1学期你选了，比方说啊，第1学期你选了1门理论课，第2学期你第1学期没有选 Research， 那么你是不是历史课就要往后修？那么比方说最后边你剩了1个学期，你就要修2门历史课，是不是就很重？因为历史毕竟我们的母语不是英语哈，历史课对我们来说还是有困难。那么再往下看啊，美国学校的这个学位分类呢，就有这个 Master 还有 Doctor。有的同学跟我说，那他们中国人所说的这个演奏家文凭是什么啊？演奏家文凭就是这个 Performance Certificate。说那到底这2个就是硕士、博士还有这个 Certificate 哪个更有含金量？那我这么跟你说，Certificate 呢，我们不用修很多的这个学术课程，比方说我们就没有历史课，我们也没有理论课程。如果说你想在专业上，在你自己的专业上啊，有一个质的提高，那么我很建议你去修一个这个 Certificate。为什么要先修这个啊？因为你想，你不用学语言，对不对？你在这个期间呢，你可以去巩固一下你的语言，提高一下你的语言的这个能力。然后呢，等你去上课的时候，你的历史课、你的理论课都会要轻松很多啊。这个课程有的学校是1年，有的学校是2年，它不太一样，你需要自己查这个信息。然后我们再讲，一般我们出国在座是不是都是大1到大4的学生，对不对？有研究生吗？没有啊。然后呢，我们一般出国的话，都会先申这个 就是我们所说的硕士这个学位啊。然后我们再看这学位我们搞清楚了，那么之后我们就要找这个 audition information， 是不是？那还是在刚才那个主页面上面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信息啊，关于在这里这个就是 audition interview date， 就是你要很注意的就是你的面试日期，还有这个 consulate scholarship。因为这个东西可以帮你的爸爸妈妈省很多钱啊，你就不需要就是自己掏钱去。因为像乐团，比方说我们学小键乐器的同学，我们一定会参加学校交响乐团，对不对？参加学校交响乐团呢，你就会有钱，你就会有奖学金可以拿。还有一部分是什么呢？就是说，比方说我刚才听有是不是有音乐教育专业的同学？音乐教育的同学呢，你可以拿到是什么奖学金呢？是助学奖学金，就是助教奖学金，不好意思啊，助教奖学金。助教奖学金是干什么？就是你帮助老师去给别人上课。一般第1年你很难申这个，但是第2年，如果你跟老师搞好关系，如果你能力达到，你就可以申请这个奖学金啊。然后在美国的时候，这个奖学金还有其他的方式，我们一会儿再讲啊。然后我们再看下一章。下一页呢，我们讲的是什么？就是我们刚才要找到的audition这个日期，这个日期非常重要。因为你要是搞错日期了，你飞过去，人家结束了这个面试，你是不是就白跑一趟哈？然后这个一定要记清楚。那么拿到这个日期之后，你要做什么事情呢？就是你要自己做一个计划书了。因为我们讲啊，如果我们考学，我们肯定要提前1年去准备这个英语，对不对？准备英语的同时，你要准备你的曲目。曲目的时候，你不可以把所有的我完成一项，我再去做下一项，你一定要有一个计划。比方说，我前2个月我要准备这个协奏曲，对不对？我之后1个月我要准备这个奏鸣曲，然后我每一步我是要有时间规划的，这样到最后的时候你不会手忙脚乱。然后如果到最后的时候你要录碟的时候，你会有充分的时间去给自己准备啊。我们再往下看下一章。大家看这个就是我们需要找寻的这个曲目单啊，底下是各个类专业。当你点进去之后，你就能找到自己的。学音教同学是不是也有自己的主修乐器，对吧？然后你就可以找到，但是你们的应该不在这里面啊，你们在别的地方。然后点进去这个之后，帮我点一下，谢谢。点
点进去之后呢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我的考学的这个曲目单啊，是这一栏。它要求是一定要看清楚它的要求。第一个是巴赫2个不同风格的 piece， 然后呢，第二个是要求你有一个协奏曲，第三个是要求你自己拉一个曲子。这个一般我们都会选这种炫技的小曲啊。然后呢，最后一个，大家可能看到最后一个就会觉得很奇怪，学校为什么还会考音阶哈？那我跟你说，学乐器的同学，音阶是最重要的，而且美国它非常重视这个。音阶拉出来，知道你的音准，对不对？然后它能看出很多东西，所以同学们，音阶是一定要放在第一位去练的东西啊。然后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所有我们需要考核的信息，对不对？然后往下翻。然后现在我们就讲面试的种类了。面试一共有3种，第一种呢，就是学校它只要求 DVD， 我比较喜欢这种啊，因为这种比较简单，对不对 ？DVD 你就去找一个录音棚，你就可以录，或者是你自己找一个音乐厅，你就可以录了。然后这个中间，这种比较没有压力，因为如果你录错了，我们可以反复再来，直到你觉得这一遍不错哈。然后呢，切记一点就是我们不要去把这个碟儿呢进行一些修饰，因为如果你做了，我们现在高科技发展的这么迅速啊，音准是可以调的，但是美国老师他是你们听出来的啊，他们也有这个仪器。那么我们再看第2种呢，就是说面对面的这个面试。这种面试呢，我觉得来说就是说相对来说要难一些，因为可能同学去了会有紧张的这个情绪啊。然后我们再讲第3种，就是它既需要 DVD 也需要你面试，这样的学校基本上都是特别好的顶尖的学校才会有这样的要求。但是还有一种是什么？就是他要求你在中国面试，然后交一部分钱，再要求你去美国面试交一部分钱。我劝大家哈，这样的学校你就不用去他的中国面试，因为你想，如果我人在美国，我需要回来参加中国面试吗？不需要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你可以绕过它这个环节啊。然后我们再看面试技巧，我说其实我总结了就是3个词：礼貌、思路和情绪。礼貌很重要。第一个，你进到那个教室和老师面对面打招呼的时候，你要给他一个好印象，对不对？一般我们见了老师都会说，哎 ，How are you？ 问他一下你今天怎么样。然后呢，第2个就是思路，老师会问你一些问题，这个时候他不单单是考核你的专业技能啊，这个时候一定要清楚他问什么，不能人家问你今天吃了吗？你跟他说我不渴，对不对？然后再下一个就是情绪的问题，可能有些同学一进去很紧张啊，我记得我刚开始进去的时候我就特别紧张。因为我第一次去那个地方面试，而且这种考试又是真的是你人生一个转折，那我怎么办呢？我就跟老师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，哎，我很紧张，我们先聊个天吧，对不对？你用聊天这3到5分钟时间给自己做一个调整，这样的话，你就可以有一个更好的情绪，让自己放松下来哈，这是一个小技巧。